这古城一借钱，这几个月你手头先紧点。180万的，怎么我都能倒腾出来。小丹要的礼物，就是在王庙村给他写个神话。神话？哼，这种礼物闻所未闻。可是，就凭你这180万的资金，几个发烧友和一帮等待扶贫的农民，可能吗？乐圣是因为矛的锐利而无需用盾，我这是既无矛可攻，也无盾可守，所以只能借用乐圣的矛了。哎，两位施主，请到旁边买票。大教师，我们来五台山是希望拜见一位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，烦请师父指点一下。阿弥陀佛，本寺主持就是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，法师深居简出，精究佛法，从不轻易会客。若两位施主想入寺参观，请到旁边买门票；若是拜见高僧，请到其他寺院造访。各寺院都有高僧主持。阿弥陀佛。请师父把这个转交给智玄大师，就说有2位客人诚心求见。两位施主稍后。两位施主，师父回话非也。烦请师父再给通报一次。两位施主稍等。师父回话非也，非也。请师父再麻烦一趟，把这个交给大师。如果大师还是不肯接见，什么招？我周的一首词，不是招的招。随缘。两位施主，请随我来。两位施主，这位就是智玄大师。阿弥陀，大师叨扰了。二位施主，谢大师。
二位施主说些什么？敢问二位施主，什么是真经？修行不取真经，又修的什么行呢？悟，悟道修言天命，修行悟取真经。一悲一喜一枯荣，哪个前生注定？袈裟本无清净，红尘不染性空。悠悠古刹千年中，都是痴人说梦。大师拷问晚辈，自在情理之中，晚辈就斗胆妄言了。所谓真经，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，可悟不可修。修为成佛，在求；悟为明性，在知。修行以行治性，悟道以性施行。觉者由心生虑，修者以虑治心。有心无证者，虽不落恶果，却助因助果助念助心，如是生灭，不得涅槃。不为成佛，那什么是佛教呢？佛乃觉性，非人。人人都有觉性，不等于觉性就是人。人相可坏，觉性无生无灭，即觉即显，即障即沉闭，无障不显，了障涅槃。觉性圆满之佛，乃佛教人相之佛。圆满即止，即非无量；若佛有量，即非阿弥陀佛。佛法无量，即觉醒无量。无圆无不圆，无满无不满，亦无是名究竟圆满。佛教以次第而分，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，道法如来不可思议，即非文化；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，善恶本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，即是文化；从众生处说是以贪治贪、以欢治欢的善巧，虽不灭败坏下流，却无外抚慰灵魂的慈悲。以施主这文笔言辞，断不是佛门中人。施主参议不拘经文，自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也难能可贵。以贫僧看来，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，离得道只差一步。进则净土，退则凡尘。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。承蒙大师开示，惭愧惭愧。佛门讲一个缘字，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，就算缘尽了，不进不出。于基督我进不得窄门，于佛我不可得道。我是几等货色，大师已从这首词里看得明白。装了斯文，露了痞性，满纸一个嗔字。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，只为讨得一个心安。杀父济贫，丁元英这个词里让人嗅到了一股朝朝见血、渐渐封侯的寒气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商场如战场。丁元英到五台山讨个心安的由来就在于此。水是山上的泉水。请二位施主品尝。谢大师。好茶，香。施主这样做，是基于一种对社会文化认识的
自我作为，施主已经胜算在手，想必也已经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，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。得救之道，岂能是杀富济贫？那得救之道是什么呢？投石击水，不及浪花也。妙在扶贫命体。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，责骂者责即诊，诊而不医，无异于断为绝症。非人人志士所为，也对不起这更大的骂名，故而责必论道。晚辈以为，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“靠”字上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靠上帝，靠菩萨，靠皇恩，总之靠什么都行，就是别靠自己。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，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。晚辈无意评说道法，只在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，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，至少不为天道超纲。佛门净地能抽烟吗？栏内是净，栏外是土，靠着栏杆就能抽。刚才有话没敢说，怕有吹捧之嫌，可又不吐不快，现在可以说了。扶贫之道，若以次第而分，也可分为3个层面：一，天上掉馅饼的神话，实惠、破格，视为市井文化；二，最不道德的道德，视为责任文化；三，不打碎点东西，不足以圆其主题，大智大爱，视为英雄。不敢当。哎，咱们怎么也拽起文来了？可别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也是大师了。惯性，一下子有点收不住了。这趟如果不来，真是人生一大憾事。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，也不怕下了地狱。没有地狱，天堂焉在？总得有人在地狱待着，你我就算上了，不然天堂就没了着落。一朝杀富济贫，引出了得救之道的讨论，骂的是你，疼的却是传统观念。1年多不见你，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了？哪里是境界？我还没有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起几滴水花而招惹骂名。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，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。啊！我的天！你知道这件事儿得折腾多少人，得惹多大动静？原来就是送给一个女人的礼物。天下之道，论道极之，百姓的柴米油盐。
人生冷暖论到极致，男人和女人的一个情字，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，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。佛说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我只是依佛法如实关照，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，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。古有千金一笑之说，如今一看，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？来，哥们儿，干了啊！干了，干了！哎，哥们儿，这北京市和咱这小城市不一样啊，简直没法比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不喝了，我一会儿还开车呢。你多喝点啊！兄弟啊，你现在是今非昔比了。北京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宝马开着啊，我连做梦都没梦见过那样的日子。人比人啊，真他妈的没法活了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哦，和朋友吃饭呢。你就是在单位上班也得有个准点吧？这可是咱自己的生意。我现在要去王庙村，你赶紧过来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到。哥们儿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公司还有事儿，得先回去了，改日咱们再聊啊。好，来，服务员，把单买了。哎，我来，走吧。你看，行，改日我请客啊。好，没事。好，先走了，不好意思，拜拜。喂，大哥，我是欧阳，我在楼下呢，可以上去吗？上来啊！啊，好。大哥，我用分期付款买了辆新车，刚挂上牌子。今天外边天气特别好，我带您出去兜兜风吧。哦，买新车了。啊，3月份公司就要注册了，以后少不了经常去北京。本来呢，我是打算卖了股票以后再换车。我那辆普桑买的时候就是个2手车，都开几年了，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。你买车不用跟谁解释。我跟您说这个，是因为那辆车小丹要了4万块钱，这车现在已经属于他个人了。我觉得小丹开那个车嘛，心里不是很舒服。个人条件不同，没什么。你既然要带我兜风，那咱们就兜到村里去吧。我正好有几份文件要给农户送去。行。这是我分内的事儿，兜不兜风户都得去吗？咱们现在就走吗？哎，稍等一下，还有几份没打完。大哥，有个事儿您可能已经知道了。刘斌给自己印了一盒名片，1天的功夫就发了几10张，见谁都给。现在刘主任这个称呼已经叫开了。咱们公司还没有注册呢，再说就是注册了也没有办公室主任这个编制，他跟谁都不打个招呼就这么做，我是有点担心。这一起共事才刚刚开始就发生这种事儿，这以后……这件事情你们开会的时候可以提一提。哦，刘斌开着那辆宝马车，成天到处晃悠，有时候叶小明工作用车也找不着人，他每个月报的手机费和汽油费都特别高。冯世杰和叶小明他们对这个事儿都挺有意见的，只是碍于面子，侧面的跟我提了提。大哥，那个车是谁的也没个说道，您觉得咱们这么小一个公司放那辆宝马车合适吗？不管是谁的，先开着。北京那种地方，
少不了需要辆车撑撑门面。好了，收工去吧。啊。今天教会有活动，可能附近村的信徒都来了。先去翻沙场吧。啊。冬天是农闲季节，但是王庙村这个冬天却没有闲着。最直观的景象就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少了。兵哥来了啊！啊，部长，来，兵哥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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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翻沙的合同范本，做好了。谢谢丁哥啊！谢谢丁哥。天哪，累死我了！哎，这大冷的天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几个合计着晚上去你那儿了，也没啥要紧事儿，就想跟你们聊聊。累死了！你死了吗？天哪，你真死了！以后不许说累死了这句话，就是要说只有一种情况。那你是真快累死了，还剩最后一口气。但是有个前提，说完这句话你就得死，不能不死。丁哥，你比资本家还好。刘主任咋着给丁哥说话嘞？刘主任，领了吧，这咱自己的事儿，你跟丁哥有啥关系啊？想要干好事儿，记住2句话：别把自己太大，别把别人太薄。就这个规律而言，天下无衙役。农户要的文件我都做好，今天我给他们送过来。欧阳也来了，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到木工坊再聊，好吧？好，我这就给他们送去。好，丁哥，那咱们待会儿就在木工坊集合啊。我们这儿再练一组也就收工了。小明在铁军那儿下那个音箱的料，这会儿也该下完了。好啊，一会儿见吧。啊，好。丁哥来了，哦，欧阳也来了，快，屋里坐吧。志明正在屋里刷刀磨漆，我去叫他。不用，我是来送文件的，一会儿还要给刘大爷、铁军他们送呢。这是志明要的4份东西，啊，里边有章程、协定，还有价格表、合同的范本，都在里边了。哎，你交给他就行。听着你们说我就出来了，丁哥来了，欧阳也来了。这么冷的天儿，你往这跑啥？那文件让他们给带来不就行了？吴大哥，你这任务怎么都是女工？大木这活吧，适合女的干，她每天为家里多挣点钱。女的便宜，干活有戏，就是太慢了。他们每天都来这上班？这几个天天来，还有几个把板子拿回家打磨去了。反正我这是计件工资，多干多挣钱，少干少挣钱，不干没钱。嫂子，你的手。陈大哥，你看你也不给嫂子买双手套，嫂子这手都冻成什么样了？会上不是说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吗？戴上手套根本干不了这细活，人家喷漆的不收，俺这活就白干了。俺家也实行计件工资了，我都跟他说了，只要他不耽误做饭看孩子，他挣的钱都是他的私房钱，质量要求都一样。老婆不合格也不中啊。
话都说不囫囵，老婆咋不呵呵了？呵着呵着，孩子都生了，能不呵呵？你们先忙啊，我到刘大爷那儿去。丁哥，丁哥慢走啊！大嫂再见啊！来玩啊！干活吧，干活吧，都打磨细点啊！大哥，您在古城一直都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，现在3天2头往王庙村跑，有时候还住在村里，你都快成了王庙村的人了。来了，刘大爷，把房子瞧一下。哎呀，你们俩咋过来了？哎呀，你看我这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要不咱到屋。您要的文件我给您拿来了，这是车床工序安全生产条例。哦，好好。还有您要的订货合同范本，您看看。哎呀，太愿意了，有了这个东西，办事就好办了啊。以后做生意啊，就签个合同，他不管是谁，都得按规矩来呀。乡里乡亲的，面子上抹不开，光凭嘴说可不行啊。刘大爷，我跟您提个醒啊，接线柱套丝的时候啊，把那个镀金的量给它留出来，要不然现在合适，将来往上拧就拧不动了。知道，干一辈子了，知道这个啊。小明也嘱咐好几次了，没问题啊。把心放兜里吧。好，那我们去下料的地方看看。哎，您忙去啊。哎，啊，好，再见。那慢走慢走啊。金哥，菜儿来了，刚到，这是你要的几个下料的文件，收好。我上屋里去。金哥，咱出去说去。好。哎，董事长，换车了，雷厉风行啊，还是你厉害。你看看你，我刚想对你肃然起敬吧。你这话里头就带刺儿了。董事长，你可千万别表扬啊！这批料那可是出口音箱的料，我是不放心他们才亲自动手的，我是实在担不起那个耽误出口的责任呐。我听世杰说你们要找我聊聊。钢琴漆面的音箱啊，昨天装好了一对，还有一对呢，志明的媳妇儿正在打磨。我听了一下，音质啊比小丹的那对要好。说明这批板材的质量不错，我就把这批料都给下了，大概是15对吧。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件衣服去，咱们一块儿过去看看去。行，我们等你啊。把我刚下好的这个音箱板材啊，找个稳当的地方放好了。没有我跟世杰的话，谁都不可以动啊，知道了？放心吧。走吧，小哥。走，去音响室看音箱去。音响室？就是木工房啊。啊。没想到做的这么好，真有点不敢相信了。这比小丹家那对音箱做的漂亮多了，就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。外行了吧？这种效果呀，只能靠手工能做出来。这倒模漆啊，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水平面，等固化风干了以后，才能处理另一面。固态漆面和液态漆面所有的衔接处都在这棱角上，非常难处理。
机械化流水线绝对做不到。小丹的音箱啊，用的是喷漆，这是一遍遍刷出来的钢琴漆，一遍遍抛光抛出来的，没有可比性。以前什么设备，现在是什么设备啊？整个工艺都是不一样的。棱角和接口都可以，颜色漆面的饱满度也不错，就是现在抛光不理想，不均匀。丁哥，这抛光机太大，转速又高，单靠着人抱着音箱抛光很危险，稍不小心人就卷进去了，受力的稳定性也不好。这事儿我跟刘大爷和志明都说过了，设计一个带轨道的托架，花不了几个钱，既稳定又安全。这次啊，就做了2对试验性的音箱，只要有了抛光托架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出口音箱的料下了15对，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都考虑进去了。这个丁哥你可以放心。打开听听。丁哥，这可是咱公司的镇山之宝，起个名字吧。音响圈惯例做法是什么？都是些旗舰、1号这些个叫法。那我们就入乡随俗，叫格律诗1号。好啊，丁哥，本来呢我们是说想晚上去找您的，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想给您汇报下工作，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事儿问问。音箱申请专利的资料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公司的章程我们也都看了，没啥意见，都签了字。音箱和机柜2个商标啊，我画了几张设计草图，您看一下，给定个图案，还有标牌档次和数量，我直接让厂家给做了。还有一件事啊，就是想把您的那套音响拉过来，咱用这顶级的器材和不同的推法都推推，做个全面的比较。音箱必须做全面比较，器材什么时候去搬都可以。音箱专利申请的项目还不够，必须要把5寸单元和6寸单元极限小的面板设计和黄金组合的面板设计全部申请专利，不要给仿造者留下任何一点机会。音箱的商标设计不能只用格律诗3个字的头1个字母，我们不是什么有影响的大公司，人家看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格律诗3个字英文字母不长，手写1个就可以做商标了。丁哥，你就把这个露脸的机会给我呗，我手写1个，先下功夫练上它几天，没准啊，我就跟着这音箱一块儿出名了。哎，那你得事先声明，不能跟公司要版权，要我写，我不要版权。能有个露脸的机会就不错了，要什么版权呢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趁着丁哥、董事长和叶总都在啊，我说个事儿。这教会已经找咱提过几次了，想从咱这儿找一些适合妇女们干的活儿。一呢是让困难家庭感受到主的慈爱；二呢，他们能从工资里拿出10%奉献给基督，这教会也能增加点收入。咱现在啊，这生产才刚刚开始，半成品包装这一块还没有启动，这些活儿啊也比较适合妇女们干。是不是能考虑一下？包装这一块一直没有启动，是因为王庙村根本就不存在成品包装，只存在半成品包装。成品包装必须要放在北京，否则就不是北京格律诗公司制造了，
就变成了北京格律诗公司委托古城王庙村板材加工厂制造。第一，不利于市场运作；第二，增加了成本。这事儿我都跟你妈解释过好几次了。既然是主的慈爱，就让他找主去。上帝都全能了，还办不了这点事儿。要是咱们帮了他们，那就是主的慈爱，那咱不成了上帝？要真有上帝怪罪下来，咱指不定遭啥报应呢。你又说这种谬论，我谬论？那你说不谬的，我听听。谁适合干就扶持谁，这是扶持资金的使用原则。如果教会利用他们的组织能把这件事情做好，那就交给他们干，都是王庙村的人，主不主这事儿我没意见，只要教会适合干，就给人家干吧。行，我也没意见，通过。哎，那好，那好，那我去告诉他们一声，板上钉钉了啊。抽啊！就一根了，还是丁哥留着抽吧。抽你的，我那儿还有。还是丁哥这洋烟好抽啊！谢谢妈。这个有几件事啊，我们私下议了议，觉得心里头没底儿。我归纳了一下，大概有下面这么几条嘛。好，一是咱格律诗公司真的能靠音箱吃饭吗？二是我们听着这个出口、测评、代理这些词儿，就跟听故事似的，真有那么容易吗？三是即便真的能够做到了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四呢，就是为什么非得赶在6月份操作这事儿？还有就是这个音箱，它有必要申请专利吗？这双组分是以牺牲效率来换取音质和响度的。如果这音箱做不起来了，那咱前面所有的钱可就都白花了，反倒给人家这喇叭呀、功放啊做了广告了，咱呢成了冤大头了。音箱不一定能当饭吃，但它是公司的形象和名誉，是你们能够挤进音响圈的入场券。出口的难易取决于海关商检，取决于音箱机柜的材料是否符合国际商检的要求。只要符合了要求，那么交给一个出口代理公司办就行了。测评是一种商业服务，谁交钱都能办。代理是一个弹性词，代理关系的成立取决于双方开出的条件。那咱们能开出什么条件？格律诗音箱需要有柏林、巴黎、伦敦3个城市做红条，使用说明书需要有权威客观的测评，需要有中英德法4种语言，需要有诸如像英国总代理这样的标称。为此，我们准备付出8套音响的代价，其中2套是我个人购买，和公司行为没有关系。8套音响怎么也得20多万，乐圣和斯雷克该投去了。本来没啥可吹的，这下可有的吹了。咱把人家没做到的事儿都做了。乐圣、斯雷克是2家权威音响公司，无论他们想在里面怎么做文章，都得先把你格律诗挂在笔头子上。一夜之间你能和乐圣、斯雷克称兄道弟，该知足了。对呀，是这个理儿啊。办这件事情的人需要有护照、签证，有外语能力，要熟悉当地的情况。小丹符合这些条件，所以趁着探亲假办这件事情比较合适。这个是公司委托他去呢，还是他趁着探亲捎带手给办的？咱实话实说哈，这都牵扯到钱的事儿。如果是公司委托他去的话，那这
路费、食宿费，还有那个翻译费，这些也都不少钱呢。是小丹捎带着办公司。玉总，你这么揣度小丹，我觉得不大合适啊。啊，小明也是替公司考虑，其实心里真没啥。兵哥，你刚才分析的那些是很有道理啊，可是我们觉着呢，还是挺空泛的，好像抓不住一个实质性的东西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对这个专利、测评、代理这些事儿啊，还是有看法的。我们的意思呢，就是趁现在这花钱的事儿还没有真正的铺开，改变主意还来得及，咱就踏踏实实的从机柜做起，逐渐的向音箱方面渗透。如果是公司的决定呢，我们执行，但是我们保留意见，至少我个人持保留意见。你们当初找大哥帮忙是出于什么考虑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找大哥帮忙是因为我相信大哥，所以也就得承担这种相信的风险，否则我就不知道找大哥帮忙的意义在哪儿了。如果你们需要一个决议的形式，那我表个态，今天咱们的这个会就是决议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咱们就散会。散会之前我说一句啊，就是刘主任印名片的事，我希望以后有什么事儿事先跟大伙儿打个招呼，至少要跟叶总打个招呼吧。我说完了。干的干死，闲的闲死。我听世杰说你们要找我聊聊钢琴漆面的音箱啊，昨天装好了一对，还有一对呢，志明的媳妇儿正在打磨。真有点不敢相信了，这比小丹家那对音箱做得漂亮多了，就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。外行了吧？这种效果呀，只能靠手工能做出来。如果教会能够利用他们的组织把这件事情做好，那就让他们干。都是王庙村的人，主不主的，那是人家的事。这事儿我没意见，只要教会适合干，就给人家干吧。那个，吃晚饭再回去吧。哎，我店里马上就要开始忙了，大哥跟我一块儿回去吧，省得你们还要送。师姐，师姐，小猪牙油先别走。兵哥，教会可能请你去吃圣餐。吃啥圣餐呢？是想拉丁哥入教，他们都说好几次了。谁的钱呢？给我点。啊，我有。要多少，大哥？圣餐呢，那可是上帝赐的，俺吃过，吃一回啊，也就奉献个10块8块的。不过丁哥去啊，恐怕10块8块打不住。别给这么多，50块钱就行了，这日子还长着呢。算了，不能让上帝找钱的。愿意。在这里马上就开饭了，吃圣餐可是有福了。吃了饭再走吧，一会儿咱再说说话。欧阳，你也一块儿去哈。不了，大妈，我今天店里还有事儿，下次吧，下次我一定去。谢谢您。大妈，吃饭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您这儿的规矩是什么。这个您拿着，多了少了都别介意。愿主赐福于你。哎呦，你误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早都想跟你说说话，就是逮不着个机会。好，你回去跟小丹说一下，我晚上就住这儿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就先走吧。啊，再见，大妈，再见啊。大妈，你带丁哥去吃圣餐，我去你家吃人间烟火去。走，走。吃好了吗？这3块9毛4不用吃饭了。
业主赐予我美食。把这拿来。来，进来。丁哥，哎，来，稍等了，我给你换上厚被子啊。好，谢谢。都坐下啊。抽烟吧。是的。啊，丁哥。丁哥，咱这机柜真的有市场啊？只要生产音响的厂家存在的，你的产品就会有市场，除非你不行。我有啥说啥啊，丁哥。不管咋说，我是王庙村的人，站在王庙村的角度考虑，有时候也有一种担心，这万一将来公司垮了可咋办？有人有枪有地盘，还说没有番号。这个，我们几个呀，都是没见过啥世面的人，免不了身上有点小家子气。话多话少，别往心里去，工作该咋干该咋干。过了年啊，公司就开始考虑运作了。商业保密的事儿，在这儿有必要提一下。大家都是生意人，都知道这个商业保密的重要性，而且法律上也是有明文规定的。比如说公司的生产成本、利润、资金状况、经营状况等等，这些都是公司的最高商业机密。大家哪个意见看？这事儿谁也不会故意说出去，就怕无意说漏了嘴。现在讨论的呀，就是无意说漏了嘴怎么办？要不要负责？看我干嘛呀？谁泄密谁卷铺盖走人。我呀是怕你那张吹牛的嘴没根弦把门。干什么事情就守什么规矩。如果大家意见都统一，我们就起草一份公司保密责任协议，每个人都签一份，有个章程，好吧？好。行，这协议啊，我来起草。丁哥，天晚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们回去了啊。好，那走了，丁哥，再见。好，谢谢了。吃顿火锅。咱们酒店今年的纯利润是246177，我20%的管理股分红是49235，50%的资本股分红是98470，一共是147705。扣除50%的新增资本35000和其他费用以后，实分111585。你看，来，这是你的。你漏算了3笔账，一笔是2万元的车钱，
一笔是我今年请客4次，请队里人吃饭3次。因为音响的是请原音1次，都是400元的标准。还有一笔是冯世杰的2箱酒。请刑警队的人吃饭，这怎么能算你的钱呢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咱们店里有了你，少了好多黑道的麻烦。国家条例规定，公务员不得参与盈利性的经营活动。我只是投资入股，从来没有参与过经营活动。本来这就是擦边球了，你再一推我就掉进去了。股票的事儿，葛律师公司控股的事儿，事实都在那儿摆着呢。那辆老掉牙的车我才给你算钱，那我成什么了？股票和公司是你和原因的事，别扯上我，我可没那本事。你看你这不是较真儿吗？这倒成了我讨巧卖乖了。那辆车已经从咱们酒店的资产里剔除了，4万块钱本来就有你2万。这样吧，我心黑点儿，你再拿1万就够了。没别的事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再过10几天就快过年了，我想请大哥吃顿饭，你回去帮我游说游说，定个日子。我记得除了那顿刁难他的酒席以外，他在咱们店里就吃过1碗烩菜。你能叫大哥就不用请，用请的还是你大哥吗？怎么不开灯啊？禅定了。参你探亲的人，你不是说公司那点事儿，傻瓜去了都能办吗？那就没问题了。这是我分红的钱，出去吃饭就不带着了，先放着。不是公司的事儿，是参你。参我？我有什么好参的？依你的条件，如果你是从法兰克福回中国探亲，才符合逻辑的习惯。至少在普通人眼里，你的生存状态是一种病态。因为警察不挣钱。如果我在法兰克福待着，就不是病态了；如果我是回国投资的富婆，也不是病态了。这种问题一直有人问我，我听多了。我什么都不是，就这样。酒店股份的收入是工资的好几倍。如果你现在没有了这部分收入，或者说欧阳雪当初把这个买卖给做赔了，那你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或是辞职，去另找财路，或者是正在法兰克福大学读书，那这个圈子就兜得太大了。你当初还不至于幼稚到连警察的工资是多少都不知道。那不报告警察不是更简单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想推导出来什么？所以，你的生存状态不是病态。用佛教的话说是，自信无所挂碍，是自在。自在是什么？就是解脱。参来参去，我不如你。乖，快醒醒，咱不禅定了，带你出去吃火锅，再馋就馋傻了。破小子还讲究这些干什么呀？这样挺好。以后出门就这样。春节一过就是市场淡季，租门面房的机会比较多。跟肖亚文联系一下，请他在北京帮忙给公司做。具体什么要求？地段、面积、价格？
开个音响店，你就跟他说有这么事儿。跟他联系联系。你对叶小明这个人有什么？到目前为止，我对叶小明的评价只有一个，但是评价一个人仅仅有聪明和不聪明。我现在什么也没有，老婆离了，工作丢了，身份证也改，换了别人早死了，也就是我还顽强的活着。那个王小姐，给你咨询个情况，你们单位有没有大龄青年，括弧女性？哎呀，有啊，括弧难看。怎么这么巧，都让我们赶上了？就凭这一笑，咱们也没白来。要一个月亮火锅，鱿鱼、牛肉、豆腐、菠菜各要1份，再来一个啤酒。国外你都去过吗？太远的地方没有去过，也就是巴黎、伦敦、罗马几个德国周围的城市，去过莫斯科几次。都是因为转机停几个小时，看一看红场，逛一逛赫本大街。给你个建议，探亲返回的时候拐个弯，去耶路撒冷看看。耶路撒冷一点也不顺路，那得绕多大个圈子啊！我去过，绕不了多大圈子。耶路撒冷是世界3大宗教的圣地，真主、上帝、耶稣都在那。有条件的话，真应该去看看，增长见识。什么意图啊？旅游就是意图，开阔眼界，增长见识，这就是意图。你既然建议，就有道理。行，到时候我拐弯去一趟。知道我是怎么看你在古城吗？不知道。你在古城，所谓的亲近，其本质就是出家。如果不是我以美色舍身相救，你剃了头就是和尚。我也纳闷啊，怎么老没涅槃呢？原来是等你宽怀一度。你是谁，我是谁，这些问题我也想过。我们俩活得不一样，我活得很简单，你活得太复杂，不是平行的2条线，是交叉而过。但是，这于我已经够了。这不是一个简单和复杂的问题，是生存境界不一样。你活的是自性自在，不昧因果。通俗的讲是什么？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是老想活个明白。老是在私意的圈子里晃悠，离你的境界我还差了好几个位格呢。我在那么高的境界上呢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自信本来无需知道啊。真会抚慰我们众生呢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当警察？为什么在普通人眼里那是病态？怎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了？类似这种话我听多了。要么说我傻，要么就是想挖掘点思想火花什么的。我从来不回答这种问题。那么多人干警察，怎么一到我这就不一样了？说到底，就是因为我有德国居留，身份就金贵了。德国居留没有价值吗？我就曾经为了抑制永久居留，在柏林待了10年，为了这个去工作，买房子、纳税。德国居留意味着东西很多啊。高收入、高福利，不愁生老病死，自由出入欧美国家，在国人面前有面子、有身份，
你搁在过去，甚至还有华侨商店的待遇。出国的人肯定是为居留权奋斗，我母亲连国籍都加入了，但是这个我不说了。你把但是后面东西说出来。但是，你能得到的是人家德国人能够给一个中国人的东西，包括你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。总有一些东西是人家不能给的吧？比如说，你永远是边缘人，你融入不到别人的主流社会。哎，你不用提醒人家，人家错待不了你。警察是主流社会的标志，在德国你做不到，在中国就能做到。这就是国籍和血统给你的权利，这就是祖国。同志啊，同志！没有在国外待过的人很难理解“主流社会”这个词对于一个普通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主流社会，他们不缺祖国，缺的只是一点钞票，所以不理解。我就是觉得警察威风，我就是想要那种感觉，这和思想火花没有关系。所以啊，你活的不是简单，是奢侈，是首先得放下点什么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奢侈。我已经飘飘然了。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，仅从这件事情上就可见一斑。我在柏林前后待了12年，你能感受的我都感受了，是吧？你是想到了就做，该拿的拿，该放的放，自性作为，不昧因果。我呢，就在那儿参呐参呐，没完没了。越想活个明白，就越不明白，一直参到了死胡同里出不来了，就蹲在墙根底下打瞌睡。你是大狼狗，闲着没事就蹲在墙根打瞌睡吧。喂，小邓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好，我在门口等你。我准备了几块蛋糕，天快黑了，路上不敢停车吃饭。大文说了，到了北京他请客，晚上一块吃饭。哎呀，带这么多的钱，开夜车去北京还是第一次，心里挺虚的。你说要是真碰上歹徒，那怎么办啊？不慌就行，你越慌啊，越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说要是真碰上歹徒，你开枪了算不算犯愁？我这当保镖是警察职业病人的问题，警察就不能有朋友了，就不能陪朋友出去办个事儿了？哪条法律规定警察的朋友就不受法律保护了？就是，警察朋友那也是人民群众一员呢。走了，走吧。来，坐好。谢谢。小丹，等好久了吧？是啊。这欧阳，亚文吧？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咱们俩在电话里聊过，今天终于见面。就是啊。啊，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朋友，这位是张姐，张静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小杨，杨敬忠。小杨，你好。这回真是一头扎到音响堆里了。哦，过来了哈。你好，你好，久等了。等老半天了。这位是赵云哲先生，这位是赵夫人。你好，这是承租方欧阳雪小姐。你好，这位是我的朋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要不咱们进去看看？进屋看吧。
谢赵先生和夫人照顾。我看这房子挺合适的，要是没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咱们互验身份和房契，就可以签合同付款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咱们这边来吧。这门开得不错，挺宽敞的。我想公司就买辆10几万的面包车就行，晚上正好停在门口。请问谁是芮小丹小姐？我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姓周，是韩总的办公室秘书。韩总已经在饭馆订好了位子，让我来接你们。谢谢啊。你们交代的事儿基本都办了，这是附近几家比较有信誉的代理公司和一份房屋租赁合同。房东交代一定要按年付租金，年租金是24万，价钱已经跟去年持平了，已经没有商量余地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雅文。嗨，可别说谢字，都是些问路跑腿的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是大事儿我也办不了。这些对我们来说可都是大事情。就是，仓库我联系了几家，条件还可以，就是远了一点儿。仓库不比门面房。你们注册公司和装修房子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也就没急着找。我想再找找更合适的。门面房我觉得还可以，地理位置和卖音响的比较扎堆儿。春节前那几天呀，一下班我就去逛音响店。哎呀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再说就又是套话了。你还是说了，而且还多安了一句。好好好，这回我什么都不说了。脑子太快了，我都不敢说话了。今日机缘巧合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很是高兴啊！欧阳雪他们今天刚刚租下了店面房，咱们就为欧阳雪的音响公司早日开业干一杯！好，来干杯！好，来干！来，干！好，来坐，来，这个吃菜啊，这个尝尝这个大烩菜。哇，你找这地儿不错啊，有点大啊。小文，欧阳雪他们对北京的情况不太熟悉，不管他有什么事儿求到你帮忙，有难处的话尽管言语一声，说不定谁还能伸上把手呢。他们就是找个店面，租个仓库，再找几家正经的代理公司，都是一些跑腿的活儿。这样有为难的事儿，他们也不找我，我也办不了。租仓库，店里没有库房吗？有，真想挤也能挤出2间。可丁总要的是150至200平方米的仓库。那你给他找的仓库在什么地方？联系了几家，条件还可以，就是远了一点，最后还没有谈下来。这点事儿啊，你就不要乱跑了，找马总交租金就行了。这个我没想，也不能够啊。如果丁总要跟马总租一间仓库，打个电话就行，不用从我这儿兜这么大个圈子。既然丁总差我，我想这点小事儿不值得惊扰马总啊。哪里，谈不上惊扰，谈不上惊扰。我要是原因，我也不找你。你说到哪儿花钱都能办的事儿，干嘛这人情落给你？这话说的，那就是元英想到雅文个人情了。哎，诧异，雅文和小丹的关系根本不缘起人情，那就是元英见外了。回头啊，我打电话批评他。正天大厦的负1层和负2层都是仓库区，大部分服务于进场的商户，一部分租给大厦周围有背景关系的商户。虽然租金贵点，可还都打破了头往里挤。正天大厦的仓库不是简单的租房子，它是由专门管理、保安、消防、通风全有保证，就像银行出租的保管箱，不用你派人守着，车辆一脚油门到库房，进出货物特别方便。行，这2天我就去正天大厦联系。谢谢马总。千万别提谢，一提啊，我跟元英和韩总都生分了。哎，来，大家都别闲着，吃菜，喝酒。哎，来吃菜。小文，夹菜啊。来，喝啤的。来。好。来，进来。
你们俩呀，睡床，一人一条被子，我呢睡沙发，盖条毛毯就行。这暖气还行，不冷。还有2个多小时就动身了，哎呀，咱们难得见一面，聊聊天吧。好啊，一会儿我去煮咖啡，谁困了谁先睡。小丹得睡会儿了，不回家就没事了，你还得上1天班呢。就是啊，小丹是得睡会儿。我呀跟他太熟了，没什么可聊的。哎，欧阳，咱们就是那次为了古城租房子的事儿通过几次电话，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之前我居心多叵测，把你们赶到客厅，我自己占这么大一床，我真的不困，我是躺着睡不着。睡不着也得睡，赶快睡。你睡就睡，快睡。回灯了。好。欧阳，咖啡来了。这咖啡啊，煮的还是挺香的。你们白领女人和普通女人就是不一样，生活讲究个情调和品味。也不是品味，是为了省钱。平时我自己也舍不得喝，都是有同事和朋友来的时候煮上点儿，省点钱还得紧着供房子呢。我这地方太小了，来个朋友也没地方住，委屈你们了。我看这房子挺好的，一个人住很舒服。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，工资的1半啊都填给他了啊。你是哪儿人啊？小丹没告诉你吗？我是武汉人，考到北京的，大学毕业后没回去，一直在北京飘着。家里我最小，又是女孩子，没人指望我，走哪儿算哪儿。那年你去法兰克福找小丹，怎么没想留在德国发展呢？我那是工作签证，跟小丹的不一样。我学德语的时候是想留在德国，可是等我学成了，却又改主意了。为什么？德国的移民法不比从前了，特别苛刻。先别说我能不能过去，真去了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留学居留这条路，拿个文凭啊，还是得回来打工。也许嫁个有德国国籍的男人是一条出路，可是为了个居留权，我得把自己给卖了，那居留还有意义吗？既然怎么都是打工，还不如早点回来打工赚钱，等将来有机会自己开个公司，自己就把自己给解放了。小丹这个人你知道，嘴严着呢，不大说跟当时无关的事儿。以前呢，我对你不是很了解，但今天晚上我看在饭桌上你跟韩总说的那些话特别到位，一点都不端着，让我挺佩服的。嗨，手里空空的，拿什么端着？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不睡了？睡不着，闻到香味儿就跑出来了。好香啊！煮的特别好喝。自己放大。按元英的计划，过完春节，格律诗音响店在路人的不经意中悄然开业了，没有彩带和庆典。哥，哎，叶总呢？刚才出去了吧？这就算开张了，就不知道丁哥怎么想，连个花篮都不让摆，非要这样，一点开张的样儿。现在是销售淡季，不闹出点动静都不行。来，二位里边请。来，随便看一下来。刘主任，二位随便看看。哎，老板，怎么没有音响器材啊？你们这是音响店还是音响辅助器材店？哦，我们今天刚开业，音响还没摆出来，你们可以先看看这些辅助器材。我们的机柜和音响脚架绝对保证质量。哦，老板，这些机柜是时间久了不会变形吧？你可以看看这份说明书，如果机柜变形了，我们保证退货，而且加倍赔偿。
哎，真沉啊！这个书架箱放上面挺稳的。你台机柜早该换了，一直还没找到合适的呢。哎，既然老板说了质量不行可以退货，而且还给赔偿，咱买台试试。也是啊，老板啊，你给不给送过来啊？送，还给安装。行，给我来一台这样棕色4仓的。哎，小杨，哎，拿一套棕色的4仓机柜过来。好嘞，哎，二位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小杨，哎，我来。我来。慢走啊！好嘞，再见。那刘主任我就去了。去吧。哎，再见啊！今天营业额是多少？卖出5套4仓机柜，1套2仓机柜和2对音箱脚架，总营业额3620块。哎呀，不错，今天刚开张就有生意哈，现在是销售淡季，以后啊会越来越好。小明，唯一别扭的是咱这音响店里没有音响。嗨。行了，专利这事儿办完了，心里就踏实喽。小明啊，回去咱就把音响摆上。开音响店里没音响多别扭，咋看都像家具店。事情办妥了，咱得给董事长汇报工作。哎，董事长，专利的事办妥了，多交了50%的加急费。出口代理的事不急嘛，行，我先咨询一下吧。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是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董事长，咱那个音箱该摆出来了，还有功放啊、套件啊这些事呢，也都该谈了。咱这初来乍到的，也该跟同行联络感情了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想请乐盛还有斯雷克的人一块儿吃顿饭，规格高点，多花俩，也算咱格力时有个姿态嘛啊！哎，那怎么行啊，董事长？还是得给您打个招呼，要不然将来查账的时候可就说不清了。就这样啊，哎，小明，你是总经理，吃顿饭还要跟他打招呼，礼多人不怪嘛。好，走吧。走。你上去问一下，这儿停车不方便，我对不上。怎么样？咱这点事儿啊，对人家欧华来说那是小意思。北京市不一样啊，啥都讲道理，有钱干啥都省事儿。哎呀，这商检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哈！这份材料咱得给世杰传真过去。像油漆、板材、粘合剂这些材料得给厂家索要质量检测证明。出口代理费呢，按营业额的5%收取。运输费、报关费、商检费、仓储费、港口运杂费、保险费、银行手续费。哎呦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我又不是真有市场啊。这懂，开着宝马车在北京出口大公司少点干。
这云里雾里的，谁敢当真呢？天塌了有个高顶着，咱怕啥？下个咱去哪儿？去仓库提一套音响。如果是按我的意思，就不会把音响店开到现在的位置，更不会租这个仓库。咱不摆这个花架子。北京的地面太大了，咱应该把店开到东城边上啊，充分发挥车辆的优势。啊，放弃零售市场，立足北京，兼顾天津市场。这话你开会的时候怎么说？现在说有什么意义啊？说了也没用，人家得按套路来。快点儿。那咱功放哪儿？搁后备箱。关。来搬音箱，音箱来了。真的？就这么长。轻放，先放这儿，我来了。我听着，哎，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下午卖了一套，人家自己有车，直接就拉走了。汇丰打电话订了4套，晚上6点之前我就都给他送过去了。哎，刘主任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我来。哎，有点音像店的意思了。咱们开个小会，有几句话我得交代一下。待会儿啊，刘冰跟我去斯雷克订器材，情况要是允许的话呢，咱请赵总还有于总啊，晚上一块吃顿饭。气氛要是好呢，再请他们到咱店里头坐坐。以前我在古城啊代理乐盛跟斯雷克品牌，跟赵总还有于总的关系都不错。现在咱公司呢用乐盛旗舰套件，用斯雷克工坊，这于公于私都应该跟人家搞好关系。当然呢，今天晚上人家可能来，也可能不来，但是咱一定要做好人家来的准备啊！真够啰嗦的。你就说注意事项吧。这一呀，就是要大方，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啊。这2就是要热情，当然也不能太过分啊，好像咱非得要巴结谁似的。这3就是脑子得多根弦啊，不该问的就别问，不该多嘴的呢就不要多嘴。行，哎，叶总的话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，我主要就是说你呢，给你留着面子呢。哎呦，我晕！这话还用跟我交代啊？我倒